我这都是为你好啊。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关心和爱护，但实际上它往往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控制。尤其是当这句话出自父母、长辈或者亲近的人之口时，很多人会感到无奈和压抑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句话背后的深层含义，以及如何摆脱这种无形的束缚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男的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娶妻生子，这是很多家庭的传统观念。父母常常会说，夫妻一起打拼更能闯出一片天，但现实是，有多少人真的能闯出一片天呢？大多数父母催你结婚，更多的还是为了面子。朋友们都抱孙子了，自己没有的话，多没面子啊！再说说结婚，你说你没钱，父母或者丈母娘会说，首付最低 20%， 咬咬牙就过去了。于是你看着眼前的对象和刚凑齐的首付，咬咬牙选择了买房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人生未来30年 50% 的收入已经被锁定。短短20年，中国的离婚率从全球垫底直接干到全球第一。婚姻真的如父母所说的那样美好吗？未必。当然，社会上还是有一些狠人，他们的定力比定海神针还稳。市面上那些广告观念通通不吃，就认准一个道理：存钱。有钱就有安全感。这种铁公鸡类型的选手看似无懈可击，但其实也有办法对付。科技与狠活早就准备好了，安排一波慢性的普通体检，检不出来的那种。年轻时生龙活虎，年纪大了一蹶不振，要一停就完蛋。有些小伙伴说，病了我就不治，自己躲在深山老林里自生自灭。不好意思，通货膨胀还在等你。如果把财富比喻成扑克游戏，那通胀就是盲注，管你玩不玩，一局下来都要扣钱，直到把你的钱扣完为止。怎么摆脱底层的烂人烂事，同时精进自己呢？一不和过去纠缠。我觉得自己这些年最大的精进就是翻篇的能力。我可以做到消化过去，不纠缠。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穷鬼，碰到骂人我会很生气。现在呢，我看都不看，直接封锁。总之，我的情绪只有我自己能控制，谁都掌控不了我的情绪。什么叫做情绪被掌控呢？比如一些高燃的励志演讲、百日誓师大会、鸡汤影片，在短时间可以让你热血沸腾，但过不了多久，你就又被打回原形了。既然选择了远方，就不要再留恋过去。一件事情吸取完精华，然后直接抛弃。二不与人争辩。越是内心虚弱的人，越会去和人争论。你这么厉害，你拿实力来证明不就行了吗？菜根谭说道，夫唯不争，天下莫能与之争。马云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心中无敌，则无敌于天下。华为手机的余承东在谈到华为由 B2B 品牌转为 B2C 品牌的思考时，他说，不要过多与竞争对手纠缠，而要专注自我方向。我是最支持女性创业者的，但很多女性创业者的心胸确实是需要锻炼的。不在烂事上纠缠，修炼内心，面向未来才是正道。马斯克说，我现在不和人争吵了，因为每个人只能在他的认知水准上去思考。有人说2+2等于10，我会说，你真厉害，你完全正确。格局大的人也不会在意眼前的输赢，也不将自己置身是非的漩涡。老子说，善于战斗的人不会轻易发怒，善于处事的人不会轻易辩论，善于战胜对方的人不会和对方正面斗争。富人呢，都是冷静沉着，杀伐果断。只有穷鬼才会唯唯诺诺，畏手畏脚，怎么可能干得了大事？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